注意看，他来了！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这部作品，堪称悬疑推理界的天花板。它是阿婆最著名的作品之一，曾多次被改编搬上大荧幕，被众多网友称之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。你猜到这部作品叫什么了吗？影片开始，故事发生在一辆开往伦敦的东方快车上。这辆列车以极度奢华而闻名，能登上来的人绝非等闲之辈。列车上有年轻多金的列车董事布克，贩卖各种假货的黑心商人，商人的秘书小胖，年迈的管家，漂亮的女教师玛丽，憨厚老实的黑人医生，小有成就的汽车商人，多愁善感的传教士，雍容华贵的俄国公主和她的女仆，神秘的伯爵夫妇和一身正气凛然的工程学教授，当然还有我们本片的主角，著名大侦探波洛。好了，人物全部介绍完毕，故事开始。东方列车缓缓启动，管家从服务员那里给黑心商人端来茶水，商人却从酒杯下面发现了一封恐吓信。看完信件，商人立刻质问管家，这封信是从哪里来的？而管家则声称对此他什么都不知道。商人一夜未眠，转眼间到了第二天，黑心商人找到著名的大侦探波洛，说列车上有人写恐吓信给他，并且还在信上威胁说要杀了他。商人表示想出钱雇波洛做自己的保镖，但波洛怎么可能会答应呢？于是黑心商人直接掏出了枪，威胁波洛答应自己的请求。可波洛也不是好惹的主，他一把将商人的枪口挪开，然后起身离开了。到了晚上，波洛躺在床上看书，忽然听到外面发出声响，便出门查看。列车员也听到了响声，前来敲门询问。而此时房间里也小声地回应了一句没事，两人也就没有太在意，各自回房准备睡觉去了。12:37，波洛刚躺下关了灯，外面又传来了动静。一旁车厢中的哈伯德夫人正在摇铃呼叫列车员。波洛不悦地再次开门询问，但列车员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事。于是波洛又关门回去睡觉了。刚躺下没多久，又一阵脚步声传来，没完没了了是吧？波洛出门准备呵斥，不料却看见一个披着红袍的女人正从过道里跑过。这下终于安静了。时至深夜，一场突如其来的雪崩导致火车脱轨，列车上的乘客们也都被甩了出去。转眼间天也已经亮了。列车董事布克告诉众人，他们已经呼叫了救援，请大家耐心等待。随后到了用餐时间，管家给商人送来早餐，可敲了半天都无人应答。波洛爬下透过门缝想看看到底怎么回事，只感觉有一股寒风涌出，里面肯定出事了。波洛连忙让管家去找来布克和医生，打开门一看，却发现商人已经身中10几刀死在了床上。医生说死者身上的伤口深浅不一，杂乱无序，像是一个疯子乱捅上去的一样。接着还说出了商人的死亡时间，大概是在12点至2点之间。说完，一旁的列车员表示这根本不可能，因为那段时间他一直都在门口，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人员。随后画面一转，波洛和布克调查起了这件案子。他们先是找到商人的秘书小胖，从小胖的口中得知，商人得罪了很多人，经常会收到各种恐吓信。说完，小胖还把商人收到的信件拿给了波洛。接着两人还在调查中发现了一些重要线索，在商人的咖啡中查出了安眠药成分，还在现场发现了一条绣着 H 字母的高档手绢，桌子上的烟灰缸里也还有一张没有烧毁的字条，或许这就是那封让商人惧怕的恐吓信。波洛找来煤油灯，重新点燃了字条，果然上面又出现了几秒钟字迹。波洛赶紧用笔记下，虽然不是很完整，但里面的内容却已经明了。你的手上沾染着阿姆斯特朗的血，你会丧命。看完恐吓信的内容，波洛恍然大悟，他对着布克说，我已经知道了商人真正的身份，他叫卡萨蒂，是阿姆斯特朗惨案的凶手。原来在2年前，米国发生了一起震惊世界的惨案，当时著名军官阿姆斯特朗上校的女儿被人绑走并杀害，而凶手正是昨晚死去的卡萨蒂。悲伤之余，阿姆斯特朗的妻子也在不久后因为早产，带着肚子里的胎儿去天国寻女儿去了。最后已经失去了一切的阿姆斯特朗也绝望地自尽在了自己的家中。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昨晚的凶杀案应该是一起仇杀。正谈论时，列车员突然过来叫波洛，说是哈伯德夫人找他有话要说。来到列车里，哈伯德夫人慌忙地拉着波洛对他说，昨晚凶手好像进入过我的包厢，我能隐约地感觉到有人在，所以才按下服务铃叫来列车员，让他帮忙检查一下与商人包厢的连接门。说完，哈伯德夫人还拿出一个纽扣，声称这应该是昨晚的杀人凶手留下来的。波洛接过一看，发现这是列车员衣服上的纽扣，然而一旁的列车员衣服纽扣并没有丢失，难道凶手是伪装成列车员作案的吗？随后画面一转，波洛开始对列车上的人员展开深入调查，并一一询问他们是否知道死者的过去，有没有去过米国。一番询问过后才得知，年迈的管家对死者的过去一无所知，多愁善感的传教士也是一样，什么都不知道。
但从他与波洛的交谈中可以发现，他以前做过一段时间的保姆，并且非常厌恶喝酒。接着是一身正气凛然的工程学教授，他声称这次出行是去往都灵开会，并表示自己根本不认识什么卡萨迪，也不知道什么阿姆斯特朗惨案。接着波洛还发现小有成就的汽车商人以前当过司机，漂亮女教师和黑人医生之间好像有着某种不可明说的关系。再然后是俄国公主，原来她和阿姆斯特朗女儿的外婆是好朋友，并且她还是阿姆斯特朗女儿的教母。在与波洛的交谈中，他说了一些关于阿姆斯特朗家人以前的事情。说完，波洛拿出案发现场掉落的高档手绢，用德语问女仆：“这手绢是你的吗？”女仆接过手绢看了一眼后便否认了。紧接着女仆说出了一个重要线索，她说昨晚看到了一个她从来没有见过的列车员。波洛听完感觉不对劲，立刻拉着女仆出来询问是这个列车员吗？女仆否认，她说昨晚看到的是一个身材矮小、留有一小撮胡子的中年男人。说完，波洛召集众人立刻对所有包厢展开搜寻，只要找到列车员的衣服和那件红袍，就能抓到真正的凶手。可是搜遍了所有行李箱，什么可疑物品都没有找到。就在这时，波洛突然想起自己的行李箱还没搜呢，果然红色睡袍就在他的行李箱中。波洛说这是凶手自以为是的小把戏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，那件列车员的衣服很有可能就在俄国公主的包厢。果不其然，波洛在置物架上找到了那件列车员的衣服，接着还在衣服口袋中发现了一把列车的总钥匙，随后又在衣服上闻到了一股熟悉的酒味，这不正是小胖常喝的那种酒吗？看来现在最大嫌疑人就是小胖。波洛丢下衣服来到死者的包厢，翻出死者的账本进行查账，果然在里面发现了些许猫腻。原来小胖私吞了商人的不少钱财。正调查时，布克突然发现小胖正边跑边烧着什么东西，他们立刻追了过去，最后将小胖带了回来。回来后，小胖正在接受审问，黑人医生却在这时突然出现为他作证，说昨晚两人一起喝酒聊天到半夜2点，小胖根本不可能是凶手。说完，波洛对黑人医生单独问话，他说很好奇小黑为什么能当上医生，因为在当时的欧洲，黑人能当上医生是一件极其罕见的事情。小黑也道出了事情的缘由，他声称自己曾是一名狙击手，救过一些大官，便走到了这一步。说完，波洛回到房间继续审讯小胖。原来在此之前，波洛已经查到了关于小胖的一些过去。一进入房间，波洛就怒冲冲地对着小胖说，你的父亲就是当年阿姆斯特朗惨案的公诉人，因为一直查不出真凶，所以你的父亲认为阿姆斯特朗的女佣很有嫌疑，于是将她逮捕了。紧接着这名蒙冤的女佣不久后自尽了，再后来警察查出真凶是卡萨蒂，你的父亲就此名誉扫地，所以你就找机会靠近他，然后在昨晚杀了他。小胖连忙否认，声称自己并没有杀人。然而就在这时，隔壁突然传来哈伯德夫人的惨叫声，两人连忙赶过去，结果看到了这一幕。哈伯德对着众人说，我是被那个凶手袭击的。看到这里，你猜到凶手是谁了吗？波洛正在审讯小胖，隔壁突然传来一声惨叫，原来是哈伯德夫人被凶手袭击了。这下小胖是凶手的嫌疑也被洗清。随后波洛把众人聚集起来，转身去了还没有盘查过的伯爵夫妇包厢，因为他们的身份较为特殊，所以是列车上唯一没有被调查过的人。波洛先是看了他们的护照，结果发现伯爵夫人的名字好像改过，接着还在他们的包厢里发现了大量安眠药，这正是死者咖啡杯里的那种。紧接着画面转过，波洛又将工程学教授叫到一边，质问他为何撒谎，说他根本就不是什么教授。此时的教授见露馅了，改口承认说自己是商人雇的私家侦探。波洛死死地盯着他，你又说谎了，我看过你的枪，那是一把老以前的警用手枪，你是一个退休的老警察才对。说完，教授似乎也默认了自己的身份，被波洛要求留下手枪后便离开了。调查结束，波洛深深地感觉到这趟列车上的乘客不止教授一个人在说谎。第二天，波洛叫来女教师，说她就是杀害商人的幕后凶手。你说你从来没有去过米国，但经过调查发现你是当年阿姆斯特朗女儿的家庭教师，而且你一直都和他们住在一起。女教师听完后感到有些吃惊，但波洛又接着质问她，是不是你一人策划的这起谋杀案？女教师没有承认，但她愤恨地回应波洛说，黑心商人他罪该万死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一声枪响，波洛被射中了手臂，原来是黑人医生。他拿着枪对准波洛，让女教师赶紧离开这里，然后对波洛说，我才是杀害商人的凶手。阿姆斯特朗上校是我的好朋友，也是他资助我完成学业并当上的医生，我必须要为他报仇。说完，火车发生剧烈震动，两个人抱在一起扭打起来，还好布克及时赶到，制服了医生，救下了波洛。随后画面转过，列车已经被修理好了，波洛也推测出了事情的所有真相。他将众人聚在一起，一一说出了他们的谎言。黑人医生是上校的好朋友，
女教师是上校女儿的家庭老师，你们很早之前就认识。伯爵夫人是上校妻子的亲妹妹，俄国公主是上校女儿的教母，案发现场的高档手绢也是她的。而一旁的女仆不认识这手绢，说明她根本就不是你的女仆，她是上校家的厨子。接着是传教士，她应该是上校家的保姆。上校女儿遭遇绑架，她对此深深自责，因为绑架的那晚她喝醉了酒，所以现在的她才如此厌恶喝酒。说完，商人管家愤愤地开口：我就不用介绍了，我是上校的管家。接着是下一个汽车商人，他曾经是上校的司机，当年上校给他做担保，于是拿到了贷款，才有了现在自己的事业。说完，下一个是伪装成教授的退休老警察，原来他是当年负责上校案子的警察。一旁的小胖，他的父亲是当年负责上校案子的公诉人。后面的列车员是那名含冤自尽女佣的弟弟，而一手策划这一切的人是哈伯德夫人，她是上校妻子的母亲。他们都是和阿姆斯特朗上校有着很大关系的人，他们都被商人的罪恶毁了原本美好的一生，于是他们一起策划了这一切。案发那天晚上，管家先是下药迷晕了商人，然后在列车员的通知下，众人趁着夜色都进入到商人的包厢里，一人给了一刀。真相就是这样，哈伯德夫人承认了这一切，她说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她一个人谋划并联系的，表示要自己一个人承担所有罪责。说完，波洛的眼眶中也有些湿润了，他对着众人说：此时因为你们，我也不知道该如何抉择了，你们自己决定吧。如果你们想逃避罪责的话，可以在我转身的时候杀了我。刚说完，哈伯德夫人便拿起了枪，片刻后又瞄准了自己的头，扣动了扳机，不料枪里没有子弹，原来是波洛在试探他们。波洛没有说话，缓缓地转身离开了。然而此时的他心里也已经做出了选择。众人回到车上，东方列车继续开向远方。很快，列车到达了终点站。波洛在下车前对着众人说：这里没有杀人犯，只有想好好活下去的人们。祝愿你们可以就此放下，从此获得安宁。好了，影片到此也就结束了。突然想起第一次看《阿婆》这部作品后的最大感受，还是惊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虽然影片中波洛的形象和原著形象有较大差别，但还是一部经典的作品。主要还是阿婆的这个故事太牛了。好了，多的就不说了。影片结束，我是小森，喜欢的关个注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